命由八字先天定，运由风水起波澜。我是三亮道人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，掌握命理与气场的能量，帮助您趋吉避凶，福运相随。如果你有问题，欢迎加入我们交流群免费咨询，或者呢，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。今天我跟大家聊聊生意和投资一旦出现问题，该如何去正确处理和化解危机。做生意是一门复杂的学问，既需要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，也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经营智慧。然而，即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许多人仍会在生意中遇到挫折，支出远大于收入，投资被套牢，合作伙伴失信，导致合作崩盘以及收支不平衡的问题。这些困境不仅会带来经济压力，还会对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造成巨大冲击。以下是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解析，包括问题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道教物件、风水调整来化解职场不顺，帮助摆脱困境，实现生意和投资的顺利。在生意场上，支出大于收入是一个常见问题，无论是高昂的成本、过度的市场投入，还是意料之外的支出，都会让商人感到不堪重负。长期的资金流失会让人陷入经济窘境，甚至影响生意的持续性。投资失败和被套牢是另一大困境。当商人将资金投入到某个项目或市场时，却因为市场环境变化、决策失误或者合作方的违约，而导致资金无法回流，甚至血本无归。这种情况下，商人不仅会失去信心，还可能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。合作崩盘往往是因为信任的破裂或目标的分歧，导致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恶化。这不仅会直接影响生意的运作，还可能对个人信誉造成负面影响。收支不平衡是许多生意人的痛点，尽管生意看似正常运转，但持续的入不敷出会让企业难以为继，甚至最终走向破产。对于身处这样的困境中的商人来说，如何化解这些问题，实现生意的转机，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。首先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化解物件来解决问题。在道教文化中，特定的化解物件可以帮助商人增强财运，化解生意中的不利因素。聚宝盆是一种具有强大招财作用的物件，它象征着财富的积累与滚动。将开光的聚宝盆摆放在店铺或办公室的财位，可以聚集周围的财富能量，减少资金的外流，帮助商人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。招财金蝉是另一个重要的道教化解物件，象征着吞财入库，财源滚滚。金蝉不仅能够招引正财，还具有化解偏财风险的作用。将开光的金蝉摆放在办公室的东南方向或店铺的柜台上，可以提升整体的财运，帮助商人从亏损中走出。发财树是许多商人选择的风水植物，寓意着生意的蓬勃发展与财运的连绵不绝。将发财树摆放在办公室或店铺的明财位，不仅能美化环境，还能调节财运气场，让生意更加兴旺。开光貔貅是道教中常用的招财物件，被认为能够吞纳四方之财，同时镇守财富，防止外流。貔貅适合摆放在店铺的财位或办公桌上，通过其吸财与守财的双重作用，可以帮助商人改善收入与支出不平衡的问题。五行镇宅符是一种针对店铺和商业环境的道教符箓，能够化解风水中的煞气，增强店铺或企业的能量场。将五行镇宅符挂在店铺的入口处，不仅能够化解外部的不利因素，还可以增强店铺的整体财运，为生意保驾护航。龙龟摆件在商业风水中具有稳定和谐、长久发展的作用。将龙龟摆放在店铺或办公室的重要位置，可以帮助商人改善与合作伙伴的关系，增强合作的稳定性，避免因合作崩盘而带来的损失。
除了使用化解物件，商业环境的风水调整也是解决生意不顺的重要手段。店铺或办公室的选址与布局对生意的成败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通过合理的风水调整，可以改善经营环境，增强生意的稳定性。店铺的财位是生意中最重要的风水点，财位通常位于店铺或办公室的对角线位置，是财富能量聚集的地方。可以在财位上摆放聚宝盆、招财金蝉或者发财树，帮助吸引更多的财富能量。同时，保持财位的干净整洁，避免堆积杂物，可以让财运更加畅通。店铺的大门是财富进入的重要通道，大门应避免正对电梯、楼梯或者马路，因为这些位置容易导致财气外泄。如果无法调整，可以在门口放置一对开光石狮子或者五帝钱，以化解外泄的财气，同时吸引更多的客户和财富。室内的光线对店铺的经营也有重要影响。明亮的环境象征着生意的活力，而昏暗的环境则容易让生意停滞不前。在光线不足的地方，可以安装明亮的灯具或者摆放长明灯，以增强整体的能量场。办公桌和收银台是店铺或办公室中的核心位置，其摆放应尽量避免背对门，以免失去靠山。同时，可以在办公桌上摆放开光貔貅或者黄水晶摆件，以提升个人的决策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。上述解析了化解物件和风水调整的办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每个人的命格和情况不同，每个人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化解，这样做更有效。建议请道长实地查看，或者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，提出有针对性的化解和风水调整建议。通过化解物件与风水调整的结合，加上道长的开光和祝福，可以有效化解生意和投资中的不利因素，为环境改善气场能量。除了风水调整和化解物件的使用，商人还需要在经营策略和心理状态上进行调整，定期分析收支情况，优化成本结构是改善收支平衡的关键。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提高运营效率，来降低成本，增加收入。在面对投资失败或合作崩盘时，商人需要保持冷静，积极寻找解决办法。与合作伙伴的关系需要以诚信为基础，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协作，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。在选择新的投资项目时，应更加注重市场调研与风险评估，避免因决策失误导致再次亏损。心态的调整同样重要，乐观的心态可以帮助商人更好地应对生意中的困境。在困难时期，通过自我激励和团队的支持，可以增强信心，为生意的复苏注入新的动力。总之，通过道教的化解物件与风水调整的结合，商人可以有效改善生意中的不利因素，增加财富的积累。同时，良好的经营策略和积极的心态是实现生意转机的基础。无论是化解亏损、改善合作关系，还是优化收支平衡，只要综合运用这些方法，生意中的困境都可以迎刃而解，让经商的朋友们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。